动。但如果出台这种政策，我一定赞成哦。现在年轻人啊，好结婚啊，他就敢生小孩哦。那现在新青安你也知道，弊端一大堆，投资客人头大军在那边招摇过市，自助事实加检举制度加不能易科罚金的刑事责任，可以直接让投资客出局。他们只剩下事务所、办公室、土地可以去炒，那这个就不是住宅哦。他们爱炒他们就去炒，事务所再说了哈，就至少不会去影响正常的住宅的方式哦。对，所以只要结婚就帮你出房子啦，的头期款啦，就是这个意思啊。那这样年轻人敢不敢结啊？好，本来没考虑结婚的，现在都会积极的考虑结婚。男生还不想结婚，女生都说我们赶快结婚哦，就是这样哦。对啊，你觉得政策怎么样？你有听过买房子把妹吗？哦，这招很有用哦。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买房要注意哪些抗性哦。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买房子能帮你娶老婆吗？先说结论，可以哦。我跟你分享怎样有效哦。先讲一个前提哦，我们讲的不是那种你去相亲就直接把一叠房屋权状这样子丢在桌上，然后女生就瞬间受孕，不是这样哦。这种我都会说是毒鸡汤看太多。你说有没有这种人哦？一定有啊，但那个就是少数哦。你如果整天扒着少数，然后说女生都这样势利眼哦，那你活该找不到老婆。我们现在谈的是怎么让买房子这件事情变成你娶老婆的助攻而且是成功率很高的方法。我们先讲为什么就女生会希望结婚要有房子啊这件事情是刻在我们人类的基因里面的。我们之前有聊过在蛮荒时代就追猎时代我们还那个男生还不穿衣服的时候那边跑来跑去打猎的时候就是男生去打猎，女生去顾洞穴可能顾小孩啊，然后采集附近的野生的浆果这样。所以对女生来说，买房是什么？就是以前那个洞穴啊，对不对？我今天要跟这个男生走了，结果我连晚上休息的洞穴都没有，那会怕晚上的野兽啊等等有没的那我怎么相信这个男生可以保护家庭、保护小孩？没有窝要怎么下蛋啊？就是这个意思那所以你要知道怎么用房子协助你来追女生这是我看网友分享的我觉得很有道理那跟你分享，至少我看我觉得如果是女生我可能都承受不了这种攻势，你知道好来就追女生怎么追很简单，你去买一间房子，然后最小的那间直接给它做成更衣室2房你就其中一间做更衣室，3房你其中一间做更衣室接着你就找你喜欢的女生来参观然后你就满脸深情的告诉她说，哇，这间房子缺一个女主人你看这一招对不对？怎么会不中？我跟你讲，女生对那个步入式的衣柜就超级没有抵抗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男生没差，那个衣服那个洗完之后丢在沙发，我也没差，对。可是女生只要有一个步入式的更衣间女主人专用的更衣间就 OK 就这样女生超喜欢这个东西我现在手上就有一间房子就是这样主卧的走道我特别去做一个狭长的空间那请师傅就直接把它做成衣帽间这真的很夸张，就是那整个就是你的天地就对了啦。你人是直接走，那不是衣柜那是一个空间，你走进去，你爱放什么衣服就放，然后全身连身镜，然后灯光打下去，很漂亮这样这里不要讲年轻女生，这个我妈她看了都很喜欢都想要搬过来住说不然这间不要卖，我们来住好这个衣帽间的威力真的很厉害男生真的没有差你要用衣帽间来的话，就虏获你喜欢的女孩子的芳心就对了还没完那之后你等觉得这时间差不多之后，你要怎么求婚我现在讲是连招你就去买一些预售然后就跟女朋友说，婚前交屋配偶没有分配权，婚后交屋配偶才有分配权结果这间预售在1年多就可以交屋了那问他有什么想法？最后你要知道，早买房子对你来说还是比较好的。我们也不要说什么女生拜金不拜金的
之前我们就有做过一个影片，台湾名下有房子的女生已经快超过男生了。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每次讲到这个啊，又要来喷了。没有，是因为现在贷款资格的关系，所以会用女生来做人头来挂房子。我当然知道啊，可是你就是那边讲这个啊，现在的就是女生自己去买房子的比例整体趋势就是向上的嘛，就是嘛。你硬要拿那个那挂人头说没有，都是这样来，你确定吗？我们自己查了资料，单身女性自己购屋就很多嘛，这个趋势整体就是向上的好，反正女生现在就是买房子我看我们公司那些女生也都很有能力对，所以他们有经济能力之后，也都会倾向去买房子。反而那个男生我们什么买股票、买车子什么有没有冲来冲去有没的我看到比较多是这样女生还是比较追求安定感的生物，就真的是这样啊。未来你就会很容易遇到女生跟你说我有房子你有房子吗？这样如果你喜欢的女生这样问你，难道你就不追了吗？是不是男人追啊，对不对？至少你相处起来你有房子，你相处起来你就很有底气。难道你要跟他说我没有房子，可是我抽到社会住宅我们结婚嘛？我靠，谁管你反正就这样那个你可能会说，可是阿元，台北好贵我就买不起对啊，我也买不起对啊所以你看我现在人在哪里？我在高雄啊如果你在中南部有房子，你也可以这样说我是有一间在高雄啦是买来自产的那这间房子从我开始自产到现在的涨幅就是我以后娶你的聘金。这个说法会不会比说台北好贵我买不起所以我没买这个说法上你是女生，你听哪一个舒服所以你真的要想一下先求有再求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不会害你，我害你要干嘛？对啊，我害你，我有什么好处？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了买房子能够帮助你娶老婆吗？我先跟你分享了女生希望结婚有房子吗？这需求是刻在 DNA 里面的，基因里面的，就是原始时代女生就是照顾洞穴照顾小孩保护自己的家庭就这样而用房子去追女生的方法就是你就带喜欢的女生去看你的房子，然后把最小那间改成衣帽间，然后都空的。他一进去他就幻想他的衣服要怎么摆，你知道那你只要跟他说这件衣服缺一个女主人，女生心动的机会真的很高而我也提醒你了在台湾名下有房子的女生已经快超过男生了。未来你就会很容易遇到女生跟你说我有房子吗？那你有没有这样如果你手上有房子，至少你相处起来就会很有底气如果你觉得台北好贵，你可以像我一样南漂或是更北漂，比方说基隆，比方说淡水之类的。涨是大环境一起啦好，那最后我想问你，你有听过其他用房子把妹的招数吗？欢迎底下留言跟我分享。我先说，我只是参考而已我不是说要怎样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怎么买房子、怎么挑房子的话，记得订阅加按赞并且加入我的会员频道。我现在有那个付费会员频道我会在里面分享更多不方便公开的资讯给你讲八卦。前面讲好玩的了就是反映出现在社会对男人的期望是什么就是你要结婚的话，房子就是必需品当然我也知道现在的房价已经不是一个30岁男人就可以买得起的价格，所以又变成拼爹也就是男生家里有钱那房子很多，这当然会影响生育率变成年轻人结婚越来越晚，结了也买房之后压力很大，也不敢生生育率台湾生育率已经全世界敬陪末座，再这样下去200年内不引入外来的人口的话，台湾就会自然消失所以房地产就是箭靶被他抓出来做箭靶，这样房价高等于生育率低所以高涨的房价就是罪魁祸首，所以炒房客就应该立刻枪毙那自产客的话来个无期徒刑，这样来符合社会的假设跟期待，对不对？很有道理嘛，对不对外面酸民居住正义大侠他们不是也都这样讲但是如果我说房价跟生育率几乎无关呢几乎无关这就是违背社会主流观点的发言我就会被酸民喷在墙上，我跟你讲所以那我还是不要讲好了那总之东亚人就是这样我跟你讲，这不是台湾
自己的病而已，而是整个东亚就是这样。你日本、韩国到美国生活的好好的，收入什么都起来，生育率照样低这有一个特殊的名字，生育率低已经是已开发的东亚国家的特性，它就是不生，东亚就是不生日本、韩国、中国也都遇到同样问题。你说比较富裕的国家可能会好一点，没有，新加坡、香港也是这样目前处理的最好的是新加坡，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靠移民移民政策。你看，像我们的政府之前不是有在吵说要开放移工，反正那时候我讲这句话你一定有印象就是说要开放10万印度劳工，10万跟印度劳工为什么是印度这个再说那你看为什么他不是1000开放1000开放3000，一开口就跟你开放10万，10万很夸张呢，10万人你自己看。你外面你每天下班买晚餐的那条吃饭街怎么去供应10万人的晚餐？10万人那这个就很直接的表示了新加坡模式就政府正在评估当中，就这样总之就移民开放移民不然怎么办？这个少子化自己生不出来嘛总之结婚率高，生育率就会高。若这个假设是真的，则跟房价的关系就在于，我帮内政部想了一条政策理性勿喷就反正要讲大家来讲我这么务实的人我不讲屁话的你看这条政策有没有道理好来这是一个房地产政策要解什么事情，就要解说你说生育率低然后就是因为年轻人不结婚，所以年轻人结婚了，生育率就高。好，如果是这个为真，就应该推出这个政策。好，来你听好登记结婚后1年内购屋政府将推出专项优惠房贷条件为，这条件比较重要首次结婚购买自用住宅，政府担保借款头期款最多2成，上限500万元，利息0，买屋时直接还清购买完成后5年之内不得转让买卖就这样就是政府帮你出头期款，最多出500万就这样，然后中间的那个房贷本金你要继续缴好，核心就是这样，核心就是年轻人首购的头期款问题直接解掉，其他的配套都是去防止发生弊端，比方说需要有自住的事实，需要1生1次离婚再结，或是2婚这个也不算同志也要算自住事实违反就是说投资客如果是看这个政策很像，他用人头被抓 ，OK 好，要直接判刑的，不能再罚那个不痛不痒。投资客什么都不怕，就怕被关真的是这样，我就直接3年以上有期徒刑，人头检举有奖金我这个也不是无脑大撒币政策只是你中央你只要每年出30亿元，就可以有600对新人受惠。这个远比前瞻计划CP 值还要高非常非常的多，而且下次也会很好选那并且也可以杜绝投资客投资客怎样？他不怕骂不怕酸，他就怕被关打击投资客这个也非常的符合社会期待当然我不是学法律的一定会有很多漏洞，但如果出台这种政策，我一定赞成现在年轻人好结婚他就敢生小孩那现在新青安你也知道弊端一大堆，投资客人头大军在那边招摇过市，自住事实加检举制度加不能易科罚金的刑事责任，可以直接让投资客出局，他们只剩下事务所、办公室、土地可以去炒，那这个就不是住宅他们爱炒他们就去炒，事务所再说了就至少不会去影响正常的住宅的方式对，所以只要结婚就帮你出房子啦的头期款就是这个意思那这样年轻人敢不敢结本来没考虑结婚的，现在都会积极的考虑结婚，男生还不想结婚，女生都说我们赶快结婚就是这样对啊，你觉得政策怎么样请发表你的看法。影片看完了我是买房阿元我跟你讲买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的难度绝对不亚于你去追女朋友。你看再多的浪漫爱情电影、偶像剧，听再多的两性专家分析，都绝对比不上你直接去追看女生反正不是得到就是学到
那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也一样，你听我在这边讲这个房子不能买那个房子适合自住这个房子可以，这个投报不错，就算你再听了100集，你手上也不会凭空变出一间房子啊。所以你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下场去看房子，你先看再说那你才会知道哪一种房子啊适合你。长期资产买下来你不会怕。为什么我会说买房子跟追女生很像你看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在交往之前东挑西挑，条件超级之高，对另一半的要求超级之多男的他就要另一半怎样，肤白貌美大长腿，女的就要男生怎么样，温柔多金8块腹肌。那最后你去看这个要求最多的同学他的对象是不是跟他当初设定的其实差别蛮远的。买房子也是啊，很多新手在买房子的时候也都一堆幻想什么坪数要大，总价要低，景观要好，屋龄要轻。那这种稳赚不赔顶级物件其实根本不会轮到你跟我来买。那所以只有你真的下场了你真的开始去看房子，你才会感受到市场的温度，你才会知道说哪一种房子是你可以买，而且你愿意买那你买了以后你不会怕的。那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去找到一位信任的房仲，就带你去看，帮你完成买房子交易。这个房仲的角色其实真的很像媒婆。例如今天你要找另一半就算你不知道哪边可以找对象，你还是可以玩交友软体但是房子它不会主动跟你聊天。59以上房子那么多间，你24小时在那边刷你也刷不完。那最有效率 CP 值最高的方式就是你把你的需求，资产需求你告诉你信任的房仲，那他来帮你媒合房子。像我买高雄的房子也都是配合这个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配合超久了，超过10年，我没骗你。那人家就是在地经营嘛，就是专业啊。那我跟他要房子他也都会先过滤适合自产的，他才会 po 给我，也不会强迫推销那你只要考虑这个房子你能不能接受这样就好了非常的 OK。我是相当信任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自己有买卖过那我才推荐给你的，而且买卖超过10年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不骗你。在高雄不止台积电各项重大建设也都在盖。如果你要自产高雄，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非常久了，非常的尽心负责，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反正自产高雄，你有房子要买或是要卖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买房阿元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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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马上你就可以看到他会 po 给你那个适合自产的房子。但是我知道台北人怎么样，天龙人很多，我的观众还是中型台北，那你就加另一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就买台北的意思。这位我以前不敢 po 出来那这位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导师，非常厉害的等级他店在信义区他平常主要都是服务台北市超高资产的客户台北市的房地产跟重大建设我有不懂我也是问他，所以不管你要自产台北新北或者你房子要给他们卖也都可以啦。那不过我要提醒一下既然你都